大家好，欢迎你收看我的节目。那最近在一些神学讨论中，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西方神学界不断出现各种新观点，让普通信徒越来越混乱。有些人读了许多书了解了一些背景，却不知道圣经还能不能相信，也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于是有人忍不住问，现在的一些神学院究竟是在认识上帝，还是把上帝放在实验室里解剖呢？问题真的是知识太多吗？不一定。真正的问题是，有些研究方法已经不再把圣经当作上帝赐给教会的启示，而只是当作一份可以分析、怀疑和重新组合的古代文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基督徒要不要研究神学，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信仰使用学术工具，还是学术方法坐上了审判信仰的位置？从18世纪开始，西方神学越来越重视历史批判方法。这种方法像一台显微镜，帮助人了解圣经时代的语言、文化、政治与背景。它能纠正一些脱离处境的解释，也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经文。但显微镜一旦从工具变成法官，问题就出现了。一些历史批判研究从一开始便接受了自然主义的前提，历史是一个封闭的因果系统，不能有上帝超自然的介入，于是神迹必须寻找自然解释，预言不能真正来自上帝，耶稣的复活呢，也不能先被当作真实发生的事件。那圣经若表现出统一的信息，也要被容易理解解释为是后期编辑的结果而不是有一位圣灵贯穿历史的工作。当有这些假设之后，就意味着什么呢？研究者还没有开始阅读圣经，那些答案可以被接受，那些答案不能被接受，已经怎么样？被划定了界限。问题不再是圣经究竟说了什么，而是在排除上帝介入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份古代文献？当我们对历史存在一种虚无主义的批判，然后对保罗、对使徒、对教父，我们都产生质疑，那结果怎样呢？比如读经的时候，历史批判他就会问，这段经文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受了什么文化影响？它有哪些局限？这些问题本身没有错，但如果我们只能问这些问题，圣经便会逐渐被拆成一堆来源、编辑过程和彼此竞争的作者的观点。结果是我们越来越熟悉经文的背景，却越来越陌生于经文的声音。知道了经文怎样形成，却不知道上帝今天借着它要向教会说什么。我们掌握了很多资料，却越来越不懂得祷告。这就是神学实验室的危险。圣经不再是上帝用来关照、审判和更新我们的道，而成了躺在解剖台上失去生命的标本。当学术界逐渐看见历史批判法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客观，又产生另外一种新的想法，叫做后现代诠释它就兴起了。那后现代思想指出什么呢？每个人读经都会受到自己的文化、经历和身份影响，人不可能完全没有立场的去阅读文本。那这个观察本身其实不难理解，但这个观点呢，走到一种极端，就会产生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那既然没有人能够完全客观，那么文本其实也就没有确定的意义，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理。如果一切解释都受到处境影响，那谁还能说某一种解释是错的？于是解释的中心从经文转移到了读者，重要的不再是经文说了什么，而是这段经文对我意味着什么。那现代的社会议题、身份处境、政治的权利的性别的课题呢，都可以为整个圣经来定义研究的理解的一个方向。自然主义历史批判让现代人的世界观来审判圣经，后现代相对主义则让现代人的处境呢重新定义圣经。前者把解释权交给理性的分析，后者把解释权交给读者来决定。那两者呢都不愿意让解释者站在上帝话语的这种审判之下。那最后是什么结果？就是真理让位给视角，
世经变成了一种权力的竞争，谁拥有更多学术资格，谁代表更受重视的身份，谁更有话语权，谁就更有权决定经文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说到底，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没有传统，而是他看不见塑造自己的传统。许多人以为只要放下教义，绕过教父，拒绝教会传统，就可以直接面对一部纯粹的圣经。但没有人是在真空中读经的，每个人都会带着某种世界观、价值观、判断和对现实的基本理解进入经文。你若不让教会的历史帮助你读经，就会让自己的时代替你读经。你若不接受经过教会长期辩论的信仰准则，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自然主义、个人主义和当代文化提供的另一套准则。现代人并没有摆脱传统，他只是把古老而自觉的教会传统换成了新进而未经察觉的、未经考验的现代传统。面对现代方法造成的混乱，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教父。教父并不是对所有古代神学家的礼貌称呼，这个称号背后有着特殊的教会意义。他们生活在使徒时代之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见过使徒，或者是使徒的学生的学生。教会信仰当时在一个逐渐公开成型的关键时期，新约正典在教会中逐渐被辩论。那商议论和基督论受到激烈的挑战，教会必须回答一些不能逃避的问题：耶稣是受造物还是与父同等的真神？他只是看起来成为人，还是真实的取了人性？旧约的上帝与耶稣所启示的父是不同的还是相同的？哪些书卷可以在教会中公开的作为使徒见证来共同宣读它？教父正是在这些征战中阅读圣经，建构教义，并牧养教会。他们不是站在信仰之外去观察一种宗教现象，而是为了让教会忠于基督。他们去辩论，他们去解释和公开宣认他们从使徒所领受的福音。今天我们可以自然地说，上帝是三位一体，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新旧约共同见证同一位上帝。这些表达之所以能够清楚地传到我们手中，是因为早期教父曾在各种错误解释中用极大的代价来守护使徒的信仰。因此教父并不是一群可有可无的古代参考资料，他们是教会信仰的重要建构者，也是教会历史记忆的承载者。有人可能以为，宗教改革既然强调唯独圣经，就意味着改教家抛弃了教父传统。事实其实是相反的。改教运动所反对的是后来累积起来遮蔽圣经权威的制度与教导，不是教会所有的历史传统。改教家回到圣经，也重新阅读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教父，希望他们能够越过中世纪后期的神学体系，回到更接近使徒信仰的源头。唯独圣经不是只有我和圣经，更不是把2000年的教会记忆全部清空。然而由现代个人从头发明基督教，他宣告圣经是最高权威，同时也承认圣经是在教会中被领受、宣讲、解释和传递的。那真正的改革不是让教会失去父辈，而是借着回到圣经和早期教会，纠正后来偏离了使徒教父信仰的那些人的遗传。教父读经时，不是每个人从零开始，更不是谁提出一种新观念，谁就获得了创新。他们是在教会共同领受的信仰准则中来阅读圣经的。那简单来说，信仰准则就是使徒福音的基本轮廓。创造天地的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肉身，为我们受死并复活，又将圣灵赐给教会，并要在末后更新万有。这不是教会从圣经之外发明出来的，这些不是用来压制圣经的规则，而是教会从使徒的宣讲和整本圣经中领受的信仰的骨架。教父艾伦纽曾有一副马赛克来形容异端的读经方式。他说，同样的石块可以拼成一位君王，
也可以被重新排列呢，拼成一只狐狸。那异端的问题往往不是完全不用圣经，而是把经文从使徒信仰的整体中拆出来、拆下来，然后按照另一套世界观重新排列。石块还是那些石块，引述的也都是圣经，最后出现的呢，却已经不是圣经所见证的基督了。这正是信仰准则的重要性，它帮助教会判断一种解释虽然听起来新颖，也引用了许多经文，但它最终显明的究竟是使徒所传的基督，还是现代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制造出来的另外一个耶稣呢？教父并不拒绝理性，但他们的理性是跪着的。对他们来说，读经、神学、敬拜、祷告和生命不是彼此分开的事情。圣经在教会中被宣读，在讲道当中呢被解释，在祷告当中呢被回应，也在信徒的生活中被实践。奥古斯丁提醒教会，解释圣经最终应当把人带向爱神与爱人。如果一种解释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却没有使我们更爱神、更谦卑、更愿意顺服，那么我们即使掌握了资料，也可能仍然没有真正明白天父所要表达的内容。教父也相信，圣经虽然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写成，背后却有同一位圣灵的工作。因此，一段经文不能只被留在孤立的历史处境中，还应当放回整本圣经的救赎的故事当中，并最终在基督里才能显出一个完整的意义来。他们不是只会拆开经文，更知道怎样把经文放回整体，不只研究一棵树的年龄，也看见它属于哪一片森林，正在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安瑟伦曾用一句话概括神学的秩序：信仰寻求理解。这不是说基督徒不能提问，也不是说信仰害怕证据与思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愿意认真研究，也敢于面对困难。但我们不把理性放在上帝之上，好像只有经过现代人的批准，上帝才能说话。我们是在信心中寻求理解，也让自己的思想不断接受上帝话语的光照和更新。教父不是圣经之上的最终权威，他们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帮助教会更加忠实的去辩论、去宣认并阅读圣经。他们提醒我们，信仰不是每一代人从头开始的实验，而是教会从使徒领受，在征战中守护，又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生命。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教父的声音太大，而是现代人的声音太近了。我们只记得最新的神学观点，却忘记那些帮助教会守住信仰的人。当教会失去自己的历史记忆，每一个新观点都会显得像真理的突破。当教会重新找回自己的父辈，许多所谓的新发现呢，不过是古老的错误换上了现代的语言。不要让神学的实验室偷走你起初爱主的心。学术研究可以成为信心的工具，却不配成为信心的法官。愿上帝的话语重新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脚前的灯和我们心灵的花园，而不只是解剖台上的标本。最后，我也想听听你的故事。在你理性疲惫、心灵枯干的时候，是不是曾有哪一段经文重新唤醒了你的灵魂呢？欢迎把它留在评论区，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彼此坚固。我是谢恩，我们下期见。